嗨，大家好，我是Leo。今天这部影片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Teddy 第一季的部分。其实一开始公布这16双的时候，我自己只有打算收其中的6双而已。而且因为个人喜好的关系，在6双里面完全没有 V3 的部分。会有这部影片呢，也很感谢各位朋友的提议。本来我只想说开直播陪大家买鞋的，没想到最后变成要收集一整套。而且这个计划一度因为 Teddy 第2季公布的关系，差点就停止了。我记得在得知会有第2季的那个中午，脑中的想法就是，那我还要继续把第1季剩下的买完吗？因为那时候剩下没买的也只有6双而已，其实心情上是蛮受到打击的，有点看不到尽头的感觉。不过后来看到第2季的配色跟实际的图之后，还是很坚定的决定要把这个计划执行完毕。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会用倒过来的方式，最后发售的最先讲解，来跟大家分享我对实鞋的看法以及小发现。那在影片的最后的部分，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是哪3双。如果你喜欢 Leo 的影片的话，也别忘了要按赞、订阅、分享哦。那第一双是绿色的这个990 TC3， 其实它实鞋的颜色呢，并没有像官网的图片那么的深绿，反而是有点抹茶绿的感觉，而且这整体包含绿色跟紫色还有黑色的搭配其实还蛮协调的。我是在后来的部分才发现到说，原来它的实验的地方还蛮多的，而且很巧妙的在原本是合成皮的地方做了设计。其实整体在打开灯之后呢，会发现这双鞋低调闪亮的地方还是蛮多的。那 TA2 这双呢，它其实整体没有像官网上面的照片那么的白，反而是说它的基皮是用了一个这种奶油色的基皮。那另外整体的点缀呢，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好看的，可能是这个配色是属于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类似爱国者的这种配色所以可能就比较平常多见这样子。这一双呢，应该是这一系列我购入价格最低的一双，因为刚好遇上那个劳工节打折的关系，所以它直接就下折扣了。T3 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一直以为说它跟同档期的 TB2 的颜色是很类似的，但是实际上你看到实鞋之后才会发现说，它这个网布是亮的网布，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蓝色部分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浅的蓝色。那另外就是有部分朋友会比较诟病说这个鞋舌的地方这个红色的字破坏了整体的美感，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反而是有点凸显的这种意味在。那整体的话它用的质料是非常好的质料，所以这双的配色呢，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的。TB2 的部分呢，虽然说整体的感觉好像跟 TE3 的配色是很类似的配色，但是刚刚有讲过说这个网布的地方它是比较属于说是低调的这种设计，那它呈现的蓝也是比较低调的这种蓝色。那整体因为这个配色好像是平常看起来比较多的配色，所以完全就是用这种材料上面来做胜负，它使用了这个非常好的基皮，然后还有这鞋舌部分也是一样有质感。这一双我觉得说是用这种质感来取胜的。AI2 的部分呢，整体拿到这鞋子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亮，亮到有点像是上了荧光剂的那种亮。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Teddy 在设计上面就用了这种黑色的部分来降低它的亮的程度，然后也增加它的层次感。那因为就在这鞋子的地方呢，是一个相对比较低调的这种设计，就使用了这种很简单的米白色，然后搭上很简单的这种刺绣的方式来做呈现。那 TF3 的部分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配色不就是993上面出过的配色吗？但是你在这个时间点是买不到红色的993的。另外就是有做了一些很简单的改动，比如说前面这个地方原本是合成皮的部分，它改成了这种基皮。那另外就是在这鞋舌的地方呢，它也呈现出这个整体非常一致性的这种搭配的感觉。希望有红色鞋款的朋友，其实这一双是非常值得考虑的，而且它的红色我发现在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有稍微退了那么一点点的感觉。那 AD2 的部分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不过就是这种红色跟蓝色的这种点缀，但是以官方释出的概念来说的话，它是以菊花的方式来呈现的，而且你要拿到实鞋之后，你会发现说，它其实这个层次感是都有做出来。比如说这边深蓝色的网布，然后还有这边这种深蓝色基皮，其实它的层次感是不同的。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基皮的部分，也是有红色不同的这种区块。那鞋舌的部分呢，一样也是使用了白色绣线来去勾勒出这种凸显的这种感觉。
那 TD3 这一双呢，我觉得说它反而是一个非常神来一笔的这种搭配，整体包含这个长毛的紫色麂皮，还有蓝色、橘色的搭配呢，它其实是非常的平衡的。而且因为这一双应该是这一整个系列里面呢，就是在发售之后，很多国外的朋友都没有买到，所以他们纷纷的去寻找就是购买的管道。可能是紫色的鞋子相对就比较少，而且这一双的确是蛮具有它特别的这种代表性的。不确定说是不是缺点部分，就是这个长毛麂皮非常的容易掉，所以它搭配的这个鞋带呢，就是很容易会有这种屑屑的地方产生，那是这一款要特别注意的地方。TC2 的部分呢，我看到实鞋的唯一感想就是觉得说它就是美，非常的优雅。可能你看官方的照片的时候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白色的这种设计，而且这个整体的白色皮革呢，会觉得说不好照顾，因为只要一脏掉之后，这整双鞋几乎就要报废了。不过在拿到实鞋之后呢，会发现说除了说白色之外，前面这边是有做出一个不同的这种皮革的区块。那另外就是我必须要说这个鞋子的地方，银色绣线的选择真是选得太棒了，我觉得这一双真的是这一系列里面我觉得最美的一双。T2 的部分呢，一开始我觉得说这双只是TD2 的黑色版，就是只有把这个整体的配色改成黑色的部分。但是呢实际上我在看到这个鞋子之后，我发现说它的变动其实不只是这边，另外就是在鞋舌的地方，它也是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鞋舌的设计，那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干净简单这样子。而且现在这双就是因为有陈柏霖加持的关系，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蛮喜欢这个配色的。那 AD1 的部分呢，应该是这一次里面，我觉得它就是把异材质拼接的这种部分呢，玩的最巧妙的一次。那包含像是麂皮啊、网布，还有这皮革的部分，整体的搭配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平衡。而且这一双真的是视线非常的好看，而且它还有在推出这个574的平价版，就可以知道说，对这双的设计呢，其实是非常有自信的。以第一季的2双 V1 来讲的话，这一双相信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款式。AD3 的部分呢，则是提供了一个非常清爽的选择。那在还没有看到实鞋之前呢，我们都没有发现说，原来这前后这2块是用麂皮的部分来组成的，是比较长毛这种麂皮。那因为它刚好发售时间是在比较偏向于夏天的时候，所以整体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还蛮干净清爽的。因为它的颜色搭配呢，也非常的简单大方，所以这一双应该也是这一系列里面呢非常多人喜欢的一双。那 L3 的部分呢，应该是这一整个系列里面就是唯一有在补货的一双。那我自己也是因为后来确定说要收集这整个系列之后，才在小卖店的补货的时候买到的。那整体的感觉会觉得说跟 TC2 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配色就非常的干净，可以看到说这4块其实都跟 TC2 有蛮类似的这种设计。不过就是说它因为它是 V3 的部分，所以线条上面又多了一些银色的这种区块，以及这鞋舌的部分有这红色字的点缀。那整体我是觉得说这一双就是非常的干净简单。那 TD2 的部分呢，就是在第一波发售的 V2 里面，它的概念就是把996的配色直接搬到这个 V2 的这鞋身上面来，而且它换上了这个长毛麂皮，个人是觉得说非常的有质感，而且整体的搭配也是非常的好看，而且蛮具有 Teddy 这种巧思。不管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面，或者说配色的呈现上面，我觉得这一双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双。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简单又具有蛮多细节的这种鞋款的话，我相信 TD2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 TA1 的部分呢，也是第一波发售的 V1 的款式，整体也是把这996配色完整的移植到这 V1 的鞋身上面。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说改的最好的应该是在鞋后面这一块驼色的地方，它把原本就是3M 的地方完整的替代掉了，所以就没有说那3M 裂开的那种状况。这一双呢，相对就是呈现一个非常简单的这种感觉。喜欢这种传统鞋型又喜欢简单鞋款的话，这一双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那最后呢，一定会发现说少了一双就是 TG3 的部分。其实到昨天为止呢，我都还一直在看那个拍卖上面的价格。不过我老实说，除了说限量的鞋款之后，我其实不太喜欢买这种转售价的部分，所以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就是放弃购入这 TG3。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我就少了一双
其实就算收集完成，我也不可能召唤神龙来许一个愿望，所以说我就想说把这个预算就直接留到之后的开箱的部分。好，那最后就是选出我认为这一整个系列最好的3双，我就是各个型号就是选出1双出来。我是觉得这一双配色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好看。V2 的话，虽然说我刚刚一直有说最美的是 TC2， 但是几经考虑，我觉得还是选择这个 TD2 的部分，因为整体的材质还有颜色的搭配上面，还有这些用料的部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经典。V3 的部分呢，我最后是选择这个 AL3，因为这一款相对就是非常的简单，而且它的各个区块、各个色块的部分，我觉得都非常的协调，而且蛮好看的。所以这是我最后选出的3双。关于黑底的第2季的部分呢，目前我是没有打算要全部再收集一次，那我会根据这次第1季的经验呢，我会选择先看过实写之后，或者说有实际拍摄图之后，再考虑要不要购入。那第2季的配色呢，都是属于比较秋冬的配色，而且会发现说，其实以目前网络上看到的一些照片来看的话，部分的改动其实好像也是把第1季的颜色再做一些小小的修改而已。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 Teddy 第1季的一些小整理，然后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的影片呢，一样就是欢迎大家留言，跟大家分享在第1季里面最喜欢的是哪一双，或是说你最想要的是哪一双。会在影片上线7天之后呢，会抽选出其中1位，然后我们会赠送 New Balance 的经典棒球帽灰色的部分。那也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如果说你喜欢Leo的影片的话，也别忘了要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看到见，拜拜。